你敢相信吗？曾经濒临灭绝的野猪，如今却逐渐泛滥。我们都知道，野猪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，不仅会对人类的安全造成影响，就连人们种植的庄稼都不放过。并且近几年来，野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甚至连城市的居民区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，让人们感受到了很多困扰。因此，人猪矛盾次不断激化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？由于野猪属于我国三有保护动物，所以面对它们极强的破坏力，人们也无可奈何。这就导致近几年来人们因为野猪而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多，很多人都有了怨言。如果再继续放任不管，那么后果将会更加严重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很多地区的管理部门都颁布了杀猪令，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方法来控制野猪的数量。那么杀猪令的颁布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？实际上，人们并没有解除对于野猪的保护，并且在杀猪令颁布之后，也不能随意进行猎杀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区内猎杀野猪，甚至数量都是有所限制的。而且能够参与到野猪猎杀活动中的，只有那些具备资格证的人群，所以会打猎的人并不多，野猪的数量也没有得到有效减少。因此到目前为止，杀猪令并没有彻底解决野猪的泛滥问题，仍旧给人们造成了很多困扰。杀猪令颁布之后，一部分野猪被人们成功杀死，那么这些野猪的尸体又会被如何处理呢？有很多人认为野猪也是猪，所以野猪肉也不能浪费，经过烹饪之后就可以成为饭桌上的美食，再不济也能够拿出去售卖，从而获得一些辛苦费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，那些被杀死的野猪尸体都需要由相关部门进行统一处理，而参与猎杀的人都能够获得一部分补贴。不过这种规定也让人们产生了疑惑，要知道野猪肉被回收的价格是10元1斤，而在市场上能够卖出的价格可不止于此。难道是负责人想要将野猪肉全部私吞，从而牟利吗？事实上，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。由于野猪的生存环境复杂，其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细菌，所以野猪的身上必定会携带一些传染性的病菌。如果人们将其吃掉，很有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。因此，为了避免野猪肉流通到市场上，只能将野猪尸体全部进行回收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相关部门又会如何处理这些野猪呢？为了将危险降低到最低，同时也要防止环境被污染，所以野猪尸体通常都会采用无公害的处理办法，在野外远离人们居住的地方，挖出一个巨大的坑洞，将野猪尸体全部掩埋起来，再撒上防止细菌传播的石灰粉。这样一来就能够防止细菌传播，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既然野猪的泛滥问题还没有被解决，为何人们仍旧需要对它们进行保护呢？别看现在野猪的数量处于泛滥的状态，在以前的时候，它们甚至差点走上灭绝的不归路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打猎算是很多人的必备技能，并且当时的物资也比较匮乏，人们如果想要改善生活，打猎是最好的选择，而野猪作为比较常见的物种，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的首要选择。所以当时野猪的生存的风险越来越高，再加上以前的自然环境没有被污染，自然界中还生存着很多野猪的天敌，所以在这样的双重伤害之下，野猪的数量越来越少。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，它们甚至一度濒临灭绝。为了防止野猪彻底消失在自然界中，相关部门便将其列为了三有保护动物，防止人们继续对其进行伤害。然而从野猪濒危到现在，仅仅过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它们的生存现状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？自从人们开始对野猪进行保护，它们的生存危机减少了很多，再加上人们不断的开发自然环境，导致很多大型肉食动物灭绝，能够对野猪造成威胁的物种越来越少，因此野猪几乎就能够无所畏惧的生活下去。再加上它们本身的繁殖能力就比较强，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濒危到泛滥的2极反转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人们为何不解除对野猪的保护呢？虽然野猪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麻烦，但它们对于自然界还是十分重要的，并且野猪的战斗力很强。如果解除了限制，很多人都会参与到猎杀野猪的行动中，不仅增加了人们受伤的风险，也担心由于人类的无止境猎杀，让野猪肉流通到市场上，造成传染性疾病的传播，并且让野猪再次陷入到濒危的困境中。因此要想平衡好人类与野猪之间的关系，还需要继续寻找更好的办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